一直想打哈欠却打不起来，快要半年了，做了一堆检查都找不出原因。这是坐在诊间王伯伯的主诉，这是几年前遇到的真实案例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听到打哈欠3个字，是不是会让你有想打哈欠的感觉？而且当您真的成功打了一个哈欠，是不是觉得身心舒畅，精神也稍稍振奋了一下？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有打哈欠的念头，却刚好无法完成一次打哈欠的动作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不舒服，往往要等一段时间，真的完成了一个哈欠，那种胸口闷住的感受才会得到缓解。打哈欠这个看起来平常不过的事，背后其实有呼吸生理的大学问。了解这个原理，可以让您更清楚自己的呼吸健康。一般来说，大约一天会有10次左右的哈欠，这是一种比平常放大数倍呼吸量的动作，属于大脑的一种神经反射。其实如果您仔细观察，一个人在清醒的时候也是会打哈欠的，只是频率没有那么多。一个人在剧烈运动时的换气量，自然是休息状态下的好几倍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想象，平静呼吸时，肺部有许多空间是不需要有空气进出的，因此整个呼吸道的气体进出量、胸腔肌肉、筋膜被拉扯、放大、收缩的程度是大幅减少的。这个时候，身体就会开始慢慢累积需要伸展胸腔体积的压力。通常大约2-3个小时后，当这个需求的欲望累积到一个顶点后，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做出打哈欠的动作，让我们的胸腔体积、呼吸肌肉与肌筋膜等得到一个扩张、舒展的机会。那什么情况会提高打哈欠的频率呢？如果身体的呼吸需求提高，或是大脑判断这样的需求出现误差的时候，例如脑血管疾病、心脏疾病等等，我们就会增加打哈欠的频率。而为什么只有在想睡觉的时候会增加打哈欠的频率，清醒的时候或是完全睡着反而不多呢？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身体的代谢是比较低的，对于呼吸的需求也比较低。每分钟的换气量是被设定成比较少的程度，所以当一个人想睡觉的时候，他的大脑已经把呼吸的需求设定成比较低的模式，对于换气量是以睡着的时候来设定的。但是身体并不是躺在床上啊，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在课堂上做得好好的，身体的代谢还是比躺平睡觉的时候多，就会不够应付坐着的身体需求量。没有多久，这样的换气量就会不够身体代谢用，只好用比较多的打哈欠来当作补偿。当一个人真的睡着后，代谢也下降了，自然呼吸换气量的设定又回到符合所需的情况，打哈欠也就跟着减少甚至消失了。回到一开始的病患，80岁的王伯伯身体一直很硬朗，过去也没有什么大毛病。他退休的他呢，10多年来始终维持规律运动的习惯，每天会到公园健走1-2个小时，身体一直保养得很好。一直到半年前不小心跌倒，造成髋关节受伤，甚至做了置换手术，因此不再能像以前一样出去健走。这半年多来便改成做一些像伸手操啦、气功、吐纳的活动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这种奇怪的问题就跑出来了。自从没有出去健走，大约1-2个月后，有一天觉得哈欠连连，突然感觉很想一个接一个打哈欠，却无法如愿。更奇特的是，当伯伯在做气功吐纳呼吸的时候，这种想打哈欠的感觉就会很神奇的消失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他有所谓的横膈裂孔疝气，又叫做食道裂孔疝气。这是一种很容易导致胃食道逆流的结构性问题。在上次的影片，我们有提到胃食道逆流很容易造成后续慢性鼻炎的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将会导致王伯伯的鼻腔呼吸气流阻力增加，不知不觉就会提高打哈欠的需求，来补偿呼吸量。而这种需求，在他每天做气功吐纳呼吸时，刚好被大量换气的动作抵消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想要打哈欠的感觉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即使常年有胃食道逆流，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慢性鼻炎等等问题。由于他呢一直维持规律的健走习惯，不知不觉等于让鼻腔的情况保持在相对通畅稳定的状态。因此呢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一直都没有出现问题。直到跌倒后无法再像过去一样规律走路，所有的问题才爆发出来，而且是以这么特殊的状况来表现。胃食道逆流本身很容易造成后续慢性鼻炎的问题，许多人不一定会感觉有胃酸，这是因为除非大量胃酸刺激到食道觉得胸闷，或者是上升到舌头觉得酸，否则呢，只有在食道下方我们是无感的。但是胃酸刺激到位于食道的迷走神经时，会引起一种神经反射，这种神经的反射实际上是刺激到一种食道黏膜上的细胞接受器，叫做 TRPV1， 这又称辣椒素接受器。发现它的2位美国科学家得了2021年的诺贝尔生理奖。这种细胞接受器分布在人体全身，不同的部位的功能就不尽相同。例如在体表的接受器可以感受不同的温度高低、压力大小等而出现不同的反应，包括各种免疫反应与疼痛感受等等。而分布在上呼吸道与咽喉、食道的 TRPV1 则会引发充血、肿胀、鼻涕倒流，甚至咳嗽等症状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吃了麻辣锅经常会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现象，因为辣跟酸的刺激食道就足以引发鼻腔的神经反射。所幸最后王伯伯在使用药物治疗胃食道逆流，加上饮食控制后，那种想打哈欠的频率也就慢慢减少。在1年后逐渐恢复走路的运动习惯后，就完全改善了。有3个现象可以观察自己有没有鼻气流阻力太大的问题。第一点，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慢性肺病，明明才刚起床，或者一点睡意也没有，却频频打哈欠，要小心是不是鼻腔的呼吸气流阻力太大哦。第二点，如果您经常在吃完饭后觉得喉咙有痰，或是进出冷气房温差较大的地方就觉得呼吸不顺，这也表示鼻腔黏膜的神经比较敏感，气流进出的阻力增加。第3点，如果以上的情况多半发生在静态的时候，例如只是静静坐着、站着时，尤其是讲话时症状比较明显，但是一旦开始活动，例如走路、工作或是劳动的时候，症状却反而减轻，这也代表是鼻腔的问题哦。之前的影片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如何改善慢性鼻炎、胃食道逆流以及睡眠、呼吸中止症的生活习惯，归纳起来有几个重点：第一，远离环境中的刺激和过敏源；第二，避免宵夜、细嚼慢咽，减少胃食道逆流的情况；第三，规律运动。运动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，不过针对照顾鼻腔来说，其实运动是最重要的。王伯伯虽然常年有潜在的胃食道逆流，但是在髋关节手术前能够维持规律的大量运动，因此在不知不觉间刚好让他的鼻腔得到很好的照顾。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您感觉鼻塞、流鼻水，在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缓解一点。因为运动时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可以使血管收缩，让鼻腔消肿，减少鼻涕倒流，效果其实不会比鼻喷剂还差哦。而且经常运动的人会有大量空气进出鼻腔，反复刺激鼻黏膜的神经，久而久之，这些神经就会变得比较稳定，不再那么敏感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原来打哈欠这个看似平常不过的小动作，背后其实蕴藏着很有趣的呼吸生理机制哦。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，让您更了解鼻呼吸与口呼吸有这么大的主观差异。所以大家平时多观察自己的身体，好好保养鼻腔的健康，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。有关苦呼吸对身体的危害，强力推荐大家去看这支马医师的影片。之后的节目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呼吸顺畅、睡个好觉的影片。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